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中东情势，是我们今天的主大题哦。是以哈谈判到底接下来和平有没有望，还是假象呢？沙国最新消息投向了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那么另外一头，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胡塞组织，则是用导弹来狂轰耶路撒冷。中东现在全面要失控了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首先，节目开始先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哈马斯在这一次的和平谈判之下，真的他会愿意放下武装吗？还是他根本就对美国跟以色列基本上是不信任的，绝对最后是不会妥协的吗？这第一题。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现在喊停火，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仍然是针对加萨地区狂轰滥炸，是真的想要谈判吗？还是趁着谈判的时间，还可能再度的对哈马斯来下重手呢？最后一个，今天会来特别关心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据传现在已经靠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方向来靠拢，有没有可能买歼20呢？现在也有各种的说法。另一头，今天也会关心的是胡塞组织的导弹狂轰耶路撒冷，中东现在到底是重组还是战争已经要全面失控了？今天都会一起做解答。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10月7号这一天，终于是以哈战争满了2周年的日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2周年之际，目前呢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边正在爆发一场比较大的一个示威的活动，25万人走上了街头，被称为叫做红线游行，抗议的是以军攻占了整个加萨市，因此他们呼吁赶快停火吧。另外，这个战争已经到现在已经满了2周年了。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据。首先，哈马斯总共是杀害了1200人，掳走了250人，但是以色列它的攻击是更大的、更强烈的，是不成正比的。以色列目前已经杀害了6.5万人，那么16万人受伤，还有190万人至今是在这一场战火下流离失所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在10月6号这个关键的一天了，因为以色列跟以哈即将要在埃及这边来做的就是停火谈判。在停火谈判之前，我们来看到川普已经先放话了，他威胁哈马斯说，交出加萨的控制权，否则你还是会被彻底的消灭掉。当然了，哈马斯也有提出他的3大主要诉求：第一个，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第二个，以色列的国防军队必须要完全的撤出加萨地区；第三个，要释放这一些重刑囚犯，这样子做才会愿意把以色列的这些人质给交出来。同时，有几个国家现在也联手呼应了川普的这个停火方案。这8个国家包括了埃及、约旦、阿联跟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国跟卡达等等。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谈判期间呢，以军却是仍然现在在空袭，即使国务卿卢比欧说现在应该要暂时不要再轰炸了，但是我们看到以军光是4号这一天就炸死了36人，这当中更是包含了儿童。这到底以军有没有想停火呢？外界也是画上一个问号。那么本来是要送给加萨地区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这些重要物资，也遭受了攻击。它是全球监狱船队的物资被拦截下来之后，在这些上面的人士这些公益人士他们有特别讲到说，针对以军对他们做一些非人道的攻击跟拷打等等。其中被抓下来被羁押的这位是环保少女桑伯格，她也被逼迫。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就拿着国旗，并且根据她的说法，她说以色列逼迫她得在大家面前亲吻以色列的国旗，并且拍下了这张照片。还有来自于加萨妇女自己亲身的控诉，说自己被逼迫以身体来换取食物，这个是来自于加萨地区妇女的最新说法。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哈马斯接下来真的会愿意放下武装，交出加萨地区来做这一场和平谈判吗？还是他根本也不信任美国，根本也不信任以色列呢？那以色列的做法到底是什么？他说要谈判，但是一边又狂轰炸，大使怎么看？这个哈马斯会不会放下武器？事实上，在谈判之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谈了几天就会知道。
所以现在在10月6号开始在开罗的这个谈判啊，那么美国现在又搞了一个所谓的时间压力，他说这一次只谈1个礼拜，那1个礼拜谈不好的话，那到时候再看，那川普可能又要放出这个威胁的话语。那不过虽然双方的人这个坐下来再谈了，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代表都在这个埃及聚会了，然后美国的这个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婿，还有他的这个魏科夫啊，也是川普的好朋友，他的中东特使也都去了。所以呢，目前就哈马斯来讲的话，他讲的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他会释放所有目前还在手上的人质，如果有这些人质的尸体的话，他也会把他们交出去，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话，是不是像川普在他20点的这个声明里面，这个方案里面，第一个你要缴械，第二个你要撤出来，你要把加沙人叫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哈马斯没有明确的承诺，那个就要看在谈判的时候到底是如何。不过对于将来未来的这个加沙走廊的话，怎么治理，就如果和平了以后，怎么治理加沙走廊，其实哈马斯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建议，他说应该由巴勒斯坦人的专业人士组成一个这个治理的团队来治理加沙走廊，也就是说还是8人之8。那这些都是这个哈马斯部分他所做出来的承诺。那对川普来讲，他只听说哈马斯说要把剩下的人质大概40多个吧，还有他们的尸体交出来的时候，川普就说这个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这是我解决了一个人类3000年来的一个问题。川普想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拿疯了，所以他讲他只要人家他开了20点，人家答应他2点，他就已经变成怎么样？他已经大胜利了。那不过说实话，这个谈判现在正在谈，我想，你会说他会不会放下武装，然后交出这个加沙？你觉得吗？这些人命都不怕，命死了那么多人，对不对？他交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投降吗？你觉得这些人会投降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川普反正诺贝尔和平奖很快就要公布了，如果没有他的话，那川普可能也兴趣不大了，那就再回去继续打吧，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很多局势都是川普出来才搞得定，不过这次以色列愿意配合演出，主要是川普玩硬的，川普这个事实上很多传闻说川普跟这个内塔尼亚胡事实上电话里讲的时候，川普发怒，用3字经，然后呢对付这个内塔尼亚胡。然后另外一方，内塔尼亚胡前阵不是到美国去求救兵吗？结果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这个内塔尼亚胡被逼着做了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川普说打电话，拿个电话来现场拨，拨给谁？拨给卡达的总理，道个歉，说那个卡达总理你好，我是川普这个内塔尼亚胡就坐我旁边，他要跟你道歉，然后就叫内塔尼亚胡当面跟他道歉。当然，内塔尼亚胡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他也不吃眼前亏啦。不过，所以说，我看昨天6号开始谈判嘛，在谈判之前，很多西方的媒体，尤其欧洲媒体都在说，以色列到底停止攻击没有？那个时候在6号早上没有。然后再讲到这个现在你说这个在阿姆斯特丹20几万人上街啊，其实他们是抗议他们欧洲人为主的这个全球监狱团队。被以色列全歼，没有一个可以去发放他们的人道物资，而且所有的船都被扣，是，然后人有些来就给你羞辱一下、教育一下，就给你遣返。所以这一次欧洲主要有差不多40个国家、40多艘船，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个欧洲人道援助大军被以色列完全歼灭，那所以他们不上街。他怎么发泄他们这个挫折感？
所以我们一边看到的是以色列，它在这个和谈的期间，它仍然是持续的轰炸。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在中东许多的国家对于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还是具有极大的不信任度的。尤其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一回，是不是他希望能求助中国大陆的帮忙呢？指的就是这些比较具体的，在军事武器上是否他要转向大陆了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是阿拉伯最近疯狂播的一个片段，是他的国庆影片。在这个国庆影片当中，我们来看到画面上，他硬是把大陆的歼20搬到这个影片当中，还涂上了沙国的国旗，并且挂上了这一架飞机它的编号。影片在上架之后是秒删除，但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那事实上，大家也在看说，最实质的就是确实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大陆最近是有见上面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高层，他的代表团才到北京，跟中方的这个装备发展部的一把手，他叫做许学强上将，他亲自接待，而且双方在当时呢签下了一份秘密协议。外传就在解读说，是不是沙国就在这一份协议中打算甩掉美国投向大陆武器的阵营？这一方是针对沙烏地阿拉伯，另外一头我们要来看到是胡塞组织最近的动作也非常的多，针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它使用的是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导弹，命中耶路撒冷，逼得数百万以色列的人现在疯狂的逃到了避难所。接下来沙国有没有可能就选择中国制的武器？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开头？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吗？尤其是我们看到歼20，干哥怎么看？歼20是不出口的。那如果说许学强跟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签下了秘密协议的话，应该不是歼20，应该是歼35。因为歼35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它在层级上面是低于歼20一级的。那老实讲一句，歼20类似像美国的 F-22隐形战机一样是不出口的。为什么？因为这种飞机是属于他们的空中的最高的力量的化身，所以说它有很多数据是机密的。那今天也坦白讲，如果要出口歼20到沙烏地阿拉伯，以沙烏地阿拉伯空军的素质，根本连维护都没有办法维护，连维修都维修不了。我说句实在话，像以色列、像日本、像荷兰这些最先配备 F-35的美国盟友，他们对于维修 F-35是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因为一定要美国技师在现场，你还要等料，你不能备料。所以说 F-35是一款第5代战机之中非常娇贵的一个压力跟负担吧。所以大家要晓得说，如果沙烏地阿拉伯是真的想要对中国的歼20有兴趣的话，必须等到歼36跟歼50的第6代战机都成型以后，才有可能可以谈歼20的出口。为什么？因为就是你必须要先发展，先研究，然后再服役。那如果说你确实服役之后，那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发展也有一个眉目之后，才有可能谈出口。那歼20，尤其是以歼20这种全空优重型的战斗机而言，它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说通常而言，我们跟中国武器跟西方武器在同级武器的比较上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歼20的单价到目前为止，恐怕现在已经到了$1.5亿一架以上。那真的是非常的贵了。那所以说，我相信沙烏地阿拉伯虽然说石油很多啦，但是他也要想一想，到底他买得起买不起。是。那所以说，现在最有可能应该是谈歼35。我觉得歼35是要快速出口，以这个建立他们中国在航空飞机的制造、战斗机的品质上面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应该是朝这方面去谈才对。好。不过这个现在和平谈判都还在进行当中，6号开始嘛。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几乎是各怀鬼胎。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在军武上倒向中国，那胡塞又攻击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方面则是持续的攻击加萨。怎么看接下来的前景？中东战火会不会全面失控？上志哥怎么解读？我想中东的问题一起来，对于全世界来说，尤其国际政治是一个永远不会好的伤口。那么都不会好，
那么偶尔结痂，偶尔又化脓，所以现在就真的是又化脓很严重啊。但我们可以从现在来看，但无论如何，这一次不太一样的部分是，国际上在联合国已经有所站队。站队什么就站边边了。那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已经超过150个国家以上了。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无论大家是基于同情也好，或基于对以色列的仇恨也好，但这个部分的动作确实对于巴勒斯坦长久以来有一个国际政治地位。虽然它是虚的，可是这是过去没有的哦。所以这里头还是有个很大的意义。我觉得后面的我们看到这些军事发展，因为最后一定会收拢到国际政治来解决问题，也不能小看这个影响力。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另外一方面就以色列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而且以色列基本上就抓住要打哈马斯，所以从哈马斯当中最后动念，甚至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要占领整个巴勒斯坦，要把巴勒斯坦灭国了。这可能是以色列的总体的大战略都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现在跟他站在一起，跟美国有点变哦。川普现在为了他和平讲，他要的是停火。他并没有要巴勒斯坦灭国，甚至在里头他要去盖他的海边度假胜地，这里头可能是他的一个杂念，所以就知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有点落差哈。所以我们要看在这样子的结构之下，你说中国跟俄罗斯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现在听到很多军事方面的，尤其采购中国大陆军事说法，但你不得不说，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都很聪明，因为长久以来中东一直是美国的舞台，包括刚刚思敏所提到的，现在埃及举行会议依旧是川普由美国在主导，阿拉伯国家还是会配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军事的某方面来讲，北京图的是什么？它不是图了跟美国一样在中东地区有那么一样的影响力。我觉得现在它在图的部分是中东作为一个新仇旧恨的地方，你说要最后彻底解决很难吧？我讲这个是几千年要解决，停火算什么呢？就刚刚讲这是伤口，可是呢，作为阿拉伯国家开始拥有自主意识。在政治、军事甚至货币、美元上，慢慢的脱离美国。我认为是在中东战争当中来讲，无论中国大陆或俄罗斯当中，尤其北京当中特别在意的一点。所以这个局其实大家各有所图，包括现在阿拉伯国家也想成立他们北约的这样子的概念。这里头对抗当然就是对抗包括以色列，但是不会说对抗美国。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分层次的交集，最后证明，我觉得中东问题绝对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获得解决。好，线上之歌，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